洪天明生了个好女儿啊，真是绝色呀！谁？给我滚出来！ 我的这些兄弟都是刀口舔血过来的，既然能悄无声息地打败他们，也只有幽冥之王麒麟大人了，别无他人。既然知道是我，还不乖乖把人放了？哼，既然你来了，我也别想活着出去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在你面前杀个人，也算是打破了你的不败神话。我要让你眼睁睁地看着他死。 你别过来！我杀了他！搞定了，进来吧。 您就是麒麟大人。听说您在武道、医术、金融等36个领域都是世界顶尖的水平，就连世界维和组织的宋司令也是您的徒弟。他不是我徒弟，我只是指点过他3招罢了。多谢麒麟大人，胡将愿为您当牛做马。举手之劳，带你女儿回家吧。 麒麟大人，麒麟大人，麒麟大人，怎么了？那个，我想冒昧的问一下，你有女朋友吗？怎么？你要给我介绍？你觉得我怎么样啊？尊敬的麒麟大人，这世上。 哪有女人能配得上您呀？喂，林叔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少爷，老爷昨晚去世了，云老爷留下遗嘱，将名下所有的股权都留给了您，希望您能早日回来主持大局。 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想看到你。哎，等一下，小儿，今天你成年，爸爸想给你过个生日。谁稀罕你的东西？当年因为你的家族脸面，将我和我妈赶出云家，我被人说是私生子，是野种，这一切都是你害的。小儿，这一切都不是你想的那样啊！小儿，拿着你的东西，滚远点！小儿。好，我现在回去。你就是我大哥吧？面前的应该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云一水。不过我离家这么多年，她怎么会认得我？
大哥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认识我？当然了，你是我大哥，爸爸临死前还在挂念着你，说你是他的好儿子，是他唯一的继承人。他真是这么说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有一次三哥还很不服气，跟爸爸起了争执，爸爸还给他打了一顿。后来他们还冷战了半年多呢。大哥，快跟我回家吧，大家都很盼着你。好。看来这个家有人不希望我回来。二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二哥，你打我干什么？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云家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？谁让你带这个野种回来的？你这么做对得起死去的爸妈吗？老爷将家族的重担全部寄托在了云霄少爷身上，若他连这点小问题都解决不了，那我只好拿出老爷的另一套遗嘱了。站住！云家的大门不是你这个血脉肮脏的野种能进的。野种？难道不是吗？下次见到我，记得叫我大哥。如果再让我从你嘴里听到“野种”这2个字，我保证会让你趴着走。你这个野种家伙！愣着干什么？上啊！二哥，你快点让他们住手，快点！闭嘴！给我上！这云霄少爷怎么处事这么鲁莽？看来还要靠这老头子出面主持大局喽。他什么时候过来的？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如果再在你嘴里听到“野种”和“废物”这4个字，割了你的舌头当下酒菜。没事吧？我们走。算你厉害，这葬礼有你没我。老东西不是喜欢你吗？我倒要看看你这个私生子有什么资格出气！大哥回来看你了。啊！我听说二叔那个流浪在外的废物今天回来了。紫萱少爷，你滚一边去！云家什么时候有你个下人说话的份儿？也罢，看云霄少爷怎么处理。老爷生前最担心的就是紫萱少爷。哟，哎，你不就是二叔那个养在外边的废物吗？紫萱哥，如果你是来吊唁我父亲的，我欢迎你；如果你是来捣乱的，我请你出去。你教我做事啊？你滚一边去吧！你这死了的爹没教你啊？大人说话的时候，小孩子不要插嘴。有大哥在，不用怕。哎，小子，怎么在外面活不下去了？闻着钱味儿就来了。这云家的香火是你这种野种能碰的吗？嗯，舌头不想要的话，我可以帮你割下来当下酒菜。来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哎呦！哎，你他妈的！
这手轻轻一动，他就是个死人了。你们确定要冲上来吗？别动！今天是我爸的葬礼，你们要是前来悼念，好好说话，那我自然欢迎。可你们要是来砸场子，满嘴喷粪，那我会让你们后悔生下。小子，你有种！咱们先说正事。这是1个亿的支票啊！只要你现在把这个股权转让，协书签了，这1个亿就是你的。你怕不是没睡醒吧？我爸留给的股权价值100亿，你想拿1个亿来买走？对，大哥不能签。是，这股权是价值100亿没错。不过，你确定你有命拿，有命花吗？什么意思？云家家族庞大，涉及黑白两道各方势力。你一个没名又没分的私生子，你握得住这么大的财富吗？啊！我要是你，我就签字，拿着这1个亿，然后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苟活。但你要是不签的话，嘿嘿，不签怎么样？到时候鸡飞蛋打，你连小命也保不住，怕是要人财两空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是吗？那我们拭目以待。于少，你非要这么不识抬举吗？你别忘了，这可是你唯一一次能翻身的机会。跪下！跪下！怎么回事？我怎么跪下了？我奉劝你一句，在我面前你就乖乖低头认错，否则你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死鸭子嘴硬，咱们走着瞧。慢走不送。你们给我听好了，要是我不让你们跪下来把股权交给我，以后三方就不姓云。你们给我等着吧！走。云霄少爷，这老爷的葬礼，二少爷他不出现，恐怕是不太妥。我会把他找回来。这灵堂怎么这么冷清？我记得爸生前最喜欢热闹，公司董事、亲朋好友怎么不来？爸生前跟大伯和三叔斗得很不愉快，爸现在不在了，三叔就放话说，谁要是敢来，就是跟他作对。所以，岂有此理！再大的恩怨又如何？死者为大，更何况爸还是他们的亲兄弟。大房和三房这次确实是太过分了。老爷在世的时候，他们还有所忌惮，现如今二少爷不争气，云小姐又太年轻了，所以他们才敢这般的肆无忌惮。云叔，通知下去，葬礼将推迟到3天之后举办。另外，明天我将会以公司大股东的身份召开董事会。走吧。大哥，我们去哪儿？去找你二哥。除了云帆，所有人都给我滚出去！哟，这位少爷看着也很帅呢。我再说一遍，无关人员都给我滚！云霄，我承认你很能打，但
但是我在哪里玩，应该是我的自由吧？想让我回去给那老东西送终，不可能，除非把你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我。股权是不可能给你的。你不如好好想想，咱爸为什么要把他名下所有的股权都转让给我？那是因为他眼瞎。那是因为你太废物，你也不动你的猪脑子，好好想想，大房和三房为什么这么肆无忌惮？行，够了！你一个被赶出家门的私生子，有什么资格说我？这样，咱们各凭本事，拿出你最擅长的和我比。只要你赢了，我就把我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你。当真？绝对当真。好，那就玩点刺激的，俄罗斯轮盘赌，就一局，1把左轮1颗子弹，看谁先见红，敢吗？大哥，绝对不能跟他玩。二哥他是玩枪的好手，他从小就混迹靶场，据说他能听出转轮里子弹的位置。他这是在跟你下套。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，只要你跪下求我，并且说我才是云家真正的继承人，我就放过你。还是你求我吧，我还能留你一条命。好，谁先？那我就让你开开眼。到你了，你可想清楚了，如果下一发是10弹，你可就没命了。怎么，想检查我有没有作弊啊？就1颗子弹，在里面等着你呢。你他妈疯了！6颗子弹，你真想死啊？6颗，如何？现在轮到你了。你不会是不敢了吧？现在服了吗？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你以为的倚仗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不过是孩童的把戏。输给我的不是你的耳朵，而是你的胆量和格局。跟我们走。不，我不回去。我听说你明天要开董事会，你是不是想当董事长？董事长的位置我不在乎，但是我必须要让咱爸的葬礼热热闹闹的风光大办，所以我必须提前坐上这个位置。你那是在找死！你知不知道，那个云子轩是个十足的疯子，杀神堂的赤狐首领是他的拜把子兄弟，只要云子轩愿意，他杀死我们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。杀神堂那可是世界排名第2，仅次于佣兵之王的杀手组织。二哥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，之前就有个人因为一份合同的问题，杀神堂出的手，一夜之间就1夜，全家上百口人全都蒸发了。是，反正我不去，谁爱去谁去。有我在，阎王索命也得往后排。
走吧。放屁！反正我不去。李水，你也不许去。他要死，让他一个人去死。今天你要是不走，打死你！今天你要是不走，打死你！我不去，我不去。赤狐大哥，啊，是仙老弟啊。是我。大哥，明天我们云氏集团董事会上，我想让你帮我处理一个人，叫云霄。好说，钱到位，什么都好说。太好了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云霄啊云霄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，你竟然想当董事长，你这是找死！秦朗，明天一切按计划行事，若有异动，格杀勿论。是，千林大人，10万佣兵已准备就绪。云霄少爷，赶紧走吧！紫轩少爷这次动了真怒，带着杀神堂的高手来了。什么？那还等什么？杀神堂都是杀人不眨眼的狂徒啊！大哥，咱们一起走。走什么？今天的董事会就是我召开的，还没开始就走了，就不怕闹了笑话？哎呀，云霄少爷，您可别闹了！杀神堂那帮人可不是杀鸡宰牛的屠夫，您一个人就算会点功夫，那跟那些刽子手比，那也只是匹夫撼树啊！慌什么？杀神堂的那群人在我眼里不过是一群山野猴子。今天就算是杀神堂的赤狐来了，也得跟我像狗一样在地上趴着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胡说八道？你们不走，我走，我可不想和你们死在一起。今天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别想走。今天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别想走。来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二叔流浪在外多年的私生子，全世界最牛逼的废物。这个臭小子也太没礼貌了，见到叔叔辈儿的也不问好打招呼。谁说不是呢？看他站在那会儿跟个破木头一样。老董事长走了以后，他这几个孩子没有一个能撑起门面的。咱们云氏集团说起来，也就只有紫轩少爷能撑得起来。这新董事长根本不用选，就紫轩少爷来当最合适。对，支持紫轩少爷，支持紫轩少爷。听到了吗？还记得我昨天给你说的话吗？你错过了你这辈子唯一能翻身的机会。今天我就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是吗？怎么不相信？你在我眼里就像是一个跳梁小丑，你要我信什么？好，还冥顽不灵，大言不惭。今天我就让你知道我的手段。云霄少爷，有件事我要很遗憾地通知你，狗屁快放了！云霄少爷，我宣布董事长留给您的股权协议作废，那些股权你拿不到，是吗？这是我爸留给我大哥的，你们凭什么拿？是因为老董事长在生前立遗嘱的时候，我是他邀请的公证人，老夫可以证明，老董事长在立遗嘱的时候已病入膏肓，神志不清，所以他立的遗嘱不能生效。没错，一个精神病患者的遗嘱，他怎么能生效呢？云霄少爷，我想你也听到了，根据我国的法律，董事长的遗嘱无效。况且董事长在生前并没有让你认祖归宗，你就是个上不得台面的私生子，所以于情于理你都没有继承权。好毒辣的手段，这下云霄少爷没路走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们这是在抢！抢又怎么样？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好堂哥，听到了吗？由于我的二叔生前是个
神经病！所以他转给你的股权无效，那就意味着你出局了。这就是你的手段？不，这只是开胃小菜，大菜还没上。子轩哥，股份都已经给你了，你就放了我大哥吧，求求你了，我把我的股份也给你，好不好？真是个懂事的姑娘。不过，你今天就算不把股权给我，日后那股权也是我的。啊！还有你们二房所有的东西都是老子的。子轩少爷，你已经赢了，大家都幸运，没必要赶尽杀绝吧？我已经给过他机会了，是他自己不珍惜。还有，你一个下人，怎么哪儿都有你？不想死的话，给老子滚一边去！老爷生前吩咐过，让我不惜一切保护云霄少爷。有我在，你们休想伤害他。少爷，你先走，我拦着他们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你们感情如此深厚。好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送你们一起下地狱。林长老，此人就是云霄，快棒他！臭小子，我杀神堂出手必见血光，识相的就把股份交出来，否则怎样？此人功力定在我之上，而我不知道何地步，怎么回事？这臭小子到底什么来头？大哥，你真厉害！少爷好样的！权力斗争这些，我是真不擅长。可没想到争家产，靠的比的也是谁的拳头硬。那我可就奉陪到底了。小子，你别得意，你们已经定了吗？死案凶手，给我上！是。大哥，有大哥在，天塌不下来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！不是说让我们三人给你跪下吗？你别过来！不是说让我们三跪下吗？置我于死地是吗？就以你的实力，也敢跟我叫嚣？云小姐，你赶紧劝劝这大哥，这众目睽睽的，他要真杀了云轩少爷，他自己也难逃法网。对，大哥，我们不能杀人。差点把你这个畜生给忘了，你真是无法无天呐！现在懂法了，刚才的时候怎么连屁都不敢放一个？别啊，少爷，你这样会给自己惹到麻烦的。您说的对，我可不能脏了自己的手。臭小子，你竟然敢这么对我！跪下！林叔，你也看到了，像这种疯狗，你稍微一放松，它就继续跑出来咬人了。依我看，还不如杀了秦静。废物东西，赶紧把我们紫轩少爷放了！紫轩少爷和赤狐大人是结拜兄弟，今天你要敢杀了我们紫轩少爷，你们兄妹三人会死得很惨！蠢货，你听到没有？你赶紧把他放了，他真是赤狐的结拜兄弟，你要把他杀了，我们会被你连累死的！我们会被你连累死的！蠢货，我跟你说话呢！你又打我，打你都算轻的。像你这种胳膊肘往外拐的德行，我分分钟就可以灭了你。你应该感谢我们俩之间有血缘关系，你可以叫我一声大哥。外面有多少人匍匐在我脚下，跪在我的面前，只为了让我多看一眼。
你要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！我已经通知我大哥赤狐了，等他过来，你必死无疑。我说了，赤狐算什么东西？在我面前，他也得照样跪下。猖狂！你一个废物东西，居然敢嘲笑我们赤狐大人，你找死！你刚才已经说了2遍废物，事不过三，你再敢说一遍，按你所说，我再叫你一声废物，你又当如何呀？那你可以试试。哼，你吓唬谁呢？你只不过是个没娘养的野种，练了几招三脚猫的功夫，以为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我们杀神堂8大高手横扫天下，赤狐大人更是神界高手，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？赤狐来了，在我面前也得跪下。谁敢让我跪下？我就让他死！拜见赤狐大人。连理。完了，这次真要我死了！云霄，今天你他妈死定了！我大哥已经来了，谁他妈来了也救不了你！大哥，怎么办啊？放心，天塌不下来。大哥，就是这个小子，刚刚口出狂言，说就算你来了，也得给他跪下。他还说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这么一个废物，倒是有几分胆色。这样，你现在跪在本王面前，把鞋子给我舔干净，或许我可以饶你不死。怎样，仗着自己有几分本事，就可以胡作非为吗？大哥，你看他如此猖狂，你要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，他是不会服你的。你是跪还是不跪？你要不要睁大你的狗眼给我看清楚，我到底是谁？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得跪。云霄，你听到了吗？我大哥可说了，哪怕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你今天也得跪。更何况你这个野种！紫轩少爷真是了不得呀！没想到你还认识赤狐这样的大人物啊！紫轩少爷，你真是我们云家的救世主啊！希望紫轩少爷入主云氏集团。希望紫轩少爷入主云氏集团。云霄，看到了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要的就是人脉。像你这种废物，这辈子怕是都没有机会结识到此等人物吧？要不这样，你现在跪下来给我磕3个头，再叫我一声“爹爹饶命”，我就可以考虑放了你。你猖狂不了多久了。哦，你的这个大哥赤狐，他已经不敢直视我了。安娜，听到了？我大哥已经不开心了，你再不跪下来道歉，你就等着死在我大哥手里吧！到时候你们二房的东西全都是我的，等你死了，我再把他们全部丢到无人区喂狼。赤狐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大哥，你看，这个人简直是如此的猖狂啊！赤狐大人，这小子对我等如此无礼，我们也就算了，但是对赤狐大人您无礼，他只有死路一条。云霄，今天你死定了，佛祖来了也保不住你。李长老，今天势必不能让他们活着走出此地。云霄，你们二房的股份，今天我吃定了。云子轩，谁给你的权利敢命令我杀神堂的人呢？哎，大哥，咱们俩还分什么彼此？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嘛！啊！赤狐大人，此
此人嚣张跋扈，若今日不给他一个下马威，日后定将骑在我们沙参堂头上拉屎啊！没想到我沙参堂养了一些鼠目寸光之辈。大哥，咱们还是赶紧走吧。不用，这些人不敢拿我们怎么样。笑话！我真没想到你如此的嘴硬啊！死到临头还大言不惭。云子轩，到底是谁死到临头啊？你怕是还没有搞清楚形势。哦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看看你大哥，他已经吓破了胆。放你妈的屁！我大哥这是在考虑怎么杀了你们。哼，毕竟就这么杀了你，太无趣了。大哥，咱们要不要先把他们丢到无人区喂狼去？大哥，你这打我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你想想你说的是什么话？啊，我明白了，大哥，你是觉得我这个招不够解恨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放心吧，大哥，我绝对不会让你白白受辱的。哎呀，李长老，拖得够久了，赶紧动手！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大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怎么不让我们动手啊？我明白了，大哥，你是想亲自动手吧？哎呀，大哥，这我就搞不懂你了。你这又不让我们动手，那不就是你想亲自动手吗？啊！云子轩呢？云子轩，你真是蠢到我都有点可怜你了。云霄，你少在这嘚瑟，马上你就要沦为一介废物了。你要不要问问你大哥，他敢不敢向我动手？哼，杀你根本不需要大哥亲自出手。李长老，动手！赤狐大人，你这是为何呀？赤狐，见过麒麟大人。赤狐，你胆子肥了，都敢让我给你下跪，还得给你舔鞋。大人，我今天才知道，原来你这么厉害，以前真是小瞧了你。大哥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什么麒麟大人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他就是我们云家一个四处流浪的私生子，你怕他干什么？这干不呀的！个狗东西，把老子害惨了，你知道吗？麒麟大人，我知道错了，饶我一条狗命。我凭什么要饶了你？赤狐大人，你这是跪下，都给我跪下！云霄少爷到底什么来头？这不是在吹牛吧？大哥居然这么威风！赤狐，你应该知道我生气会是什么后果。知道，麒麟大人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他刚刚骂了我3声废物，我说过，3声不留全尸，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办。属下明白。大人，属下这么做，你满意吗？
姑且留你一条性命。多谢大人。那么接下来，该轮到你了。那么接下来，该轮到你了。你要干啥？你觉得呢？不管你在国外有什么背景，但是刚刚我已经看出来了，你根本不敢在国内杀人，所以才会让我大哥去对付李长老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？据我所知，沈继营就是专门对付你这种人的。一旦你轻易杀人，必定后患无穷。所以，我敢笃定，你不敢杀我。有一点你确实猜对了，在国内我不想手上沾血，但是要踩死你这样的蝼蚁，我有的是办法。哦，赤狐，现在你表忠心的时候到了。你这个结拜兄弟，在我面前跳脱得很，我不想再看见他。属下明白。大哥，你要干什么？我们可是挚爱情盟，手足兄弟啊！你不提这茬倒好，把老子害死了！给我死！谁敢动我云家人？谁敢动我云家人？住口！你的境界已经达到了神境巅峰。赤狐，你好大的狗胆！我云家人也是你能碰的吗？这怎么可能？大房少爷已经晋升为云天宫的12执事之一，一个小小的杀神堂，我们抬手可灭。小人拜见云天宫执事。拜见云天宫执事。展峰少爷真是年少有为呀，年龄还不到40，这武道修为竟如此高深，而且还是云天宫执事，这将来成就必定是无可限量啊！云氏集团以后有展峰少爷作为后盾，必定一飞冲天的。咱们云氏集团董事长非展峰少爷莫属。什么？展峰少爷，展峰少爷！少爷，云天宫在国内已经是天大的势力了，没想到大方家的展方少爷居然成了云天宫的执事。大哥，他就是二叔流落在外的那个私生子，不过他好像有些身份背景，我刚听赤狐叫他什么麒麟。麒麟？在国外或许你是一方霸主，但这是在国内，是龙你得盘着，是虎也得趴着。我也是没想到，大伯家还能出一位云天宫的执事。麒麟，我知道你有些本事，但你别忘了，这是在国内。你要是敢乱来，我云天宫就能把你就地正法，到时候你哭爹喊娘都没用。看到了吧，你个废物，你呀，注定还是要被我拿捏的。我劝你乖乖的把二房的股份交出来，不然的话，我展峰大哥分分钟就能灭了你。你们简直就是一群强盗！展峰哥，我们都是云家人，怎么刚才云子轩逼我们下跪，让我们断手断脚的时候你不出现？你再敢插嘴，老撕了你的嘴！哎呦！你再敢威胁我妹妹，我先撕烂你的嘴！大哥，这个废物3番5次的打我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行啊，那你去打回来。云展峰，你早就来了，你和云子轩轮番来，当真是觉得我们家的人好欺负是吗？现在这一切都显而易见，我二叔在立遗嘱的时候，精神有问题，所以这遗嘱不能生效，而你没有认祖归宗，就没有继承的资格。这换句话说，你今天就没有资格站在这董事会上，简直太欺负人了。现在你这个外人可以离开我们云家的董事会了，听到了吧？还不赶紧滚出去！我再问最后一次，我爸立遗嘱的时候，
神智到底清不清楚？你们不用害怕，有我大哥在这儿，没人敢威胁你们。老董事长立遗嘱的时候，的确是病入膏肓，精神恍惚。老夫一生行事无愧于心。老夫也是这句话。不见棺材不落泪，请楼。审计营查案，闲大人等退避。孔伟，你说说吧。畜生，你把我的证据交给他们了？爸，是他们逼我的，还有你的监控视频也在他们手上。你竟然敢放监控，你是想要小吗？说！李凤儿，你也说说吧。你把我给你的卡给交出去了。我也不想啊，咱儿子在我国外被软禁，只有交着这张卡才能放他出来。根据大夏刑法第317条，收受贿赂金额巨大者，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终身监禁。带走。至于云子轩，不仅是行贿人，而且还与多条人命相关，至少也是死刑。哥，救我！救我，大哥！救你！现在证据确凿，他救你就是干扰执法，干扰的越多，他死得越快。你确定？你可以试试。青龙，你当真要跟我们云天宫作对吗？只是说的哪里话？我们审计营一向是依法办事，难道执事大人要包庇罪犯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只能将这件事情上报给我们局长，将云天宫公主请来喝茶了。好，这仇我记下。来人，将他们抓起来！你个畜生，老子让你害惨了！哥，救我哥！我再问你一次，我爸留给我的股权，作不作数？作数，作数。那我有没有这个资格召开今天的董事会？有，太有了，太有了。这个董事长的位置我来担任，谁赞成，谁反对？云霄，到底是谁给你的自信呢？你以为这还是国外呢？任由你胡作非为吗？云展峰，你跟我支起你的耳朵听好了，这个董事长的位置只能我来做，谁来也没用。你好大的口气啊！谁允许一个私生子做我云氏集团董事长之位啊？谁允许一个私生子做我云氏集团董事长之位啊？爸，你终于来了，这个废物要翻天了！你还有没有一点礼数？我爸和三叔是你的至亲长辈，见了面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了吗？他们两个老东西，呸！我去，大哥是真猛啊，一点面子不给吗？你难道我说错了吗？我爸的灵堂上冷冷清清，这个做大哥和做弟弟的，难道不知道来丢人？还是说你们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爸的事，他晚上睡不安宁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什么？我想说你们两条老狗，连畜生都不如！云霄，你找死！难道你就不怕我们云天宫的神威吗？我找死？什么时候云天宫的10万守卫军成了你云展峰的私军了？你这个废物东西，你说什么的你？我说什么？我说的都是事实。今天诸位董事都在场，都知道你们做了什么。想当年你们年轻的时候，只不过是乡下种田的，是我爸一个人出来闯荡，创立了今天的云氏集团。大伯、三叔，我爸发达了，把你们接到云氏集团工作，给你们买房买车，甚至还分给你们股权，对你们不可谓是不好吧？可你们呢？你们都做了什么？我爸对你们恩重如山，可你们呢？在他病重的时候结党营私，一条狗养久了都有感情。可你
们连畜生都不如！岂有此理！来人，给我撕烂他的嘴！滚！云霄，你目无尊长，侮辱长辈，今日我要好好教训你。就是，哪怕你把云天宫所有的人都叫过来，也只不过是我一根手指的事情。猖狂！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！我警告你，现在跪下，给我爸和三叔磕头认错，我可以饶你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没听见，有种你再说一遍。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把你就地正法！来啊，我倒要看看你靠的是什么法！云霄和神机营的关系似乎不错，难不成他在云天宫也有关系？若是因为这点小事闹得不可开交，公主知道了，只怕会怪罪于我。什么？怕我在云天宫也有人？够胆你就来抓我！好啊，云霄，我倒要看看你的本事是不是和你的嘴一样邦邦硬。唧唧歪歪的，到底打还是不打？给我上！云禅风，云天宫的人都像你一样废物。我只用了2根手指，你应该庆幸你姓云，否则我弹指间就能让你变成死灰。麒麟，你的本事果然名不虚传，不过你已经触碰了我的底线，你给我等着！底线？就你这种垃圾也配评论我？今天谁也不能阻止我坐上董事长这个位置！一个毛都没长齐的野种，你有什么资格做云氏集团的董事长啊？就凭我爸一手创立了云氏集团。云氏集团是我们这些人一起努力才打造出今天的盛况，就凭你一个私生子就想要独揽大权？这么说，你反对？对，我反对。我是你爸爸的大哥，更是你的长辈，只有我才配做这个董事长的位置。支持大老爷做董事长，支持大老爷做董事长。各位严总，看到了吧？这才是人心所向。公司的事儿还轮不到你来操心，滚出去！滚出去！什么都不懂就想做董事长，果然是个野种啊！哼哼，不用着急。一个一个的跟你们算账。怎么着？难不成你还要强？对付你们这帮臭鱼烂虾，用不着我出手。云辉宗、云耀宗，你2人还不就地伏法？你不说话，我都快把你忘了。怎么还替这野种说话呢？难道神机营是云霄的私兵吗？你不用这么诬陷。若是你们手脚干净，我也不用来回折腾。云辉宗，我劝你如实交代，不要临老了坏了自己的名声。你诈我？我诈你？你摸着自己的良心，想一想，你这些年真的问心无愧吗？老夫一生行事无愧于天，无愧于心，你不要血口喷人啊！好一个无愧于心，云老狗，你的脸皮简直比城墙还厚。那我就让你看看这些年干的那些畜生事。2025年4月15日，你迷奸未成年少女之后，怕事情暴露，你买凶杀了他们全家。我说的有错吗？你胡说！你胡说！你也一把年纪了，竟然还干出这种缺德事，你还有良心吗？你诽谤我啊！小心我告你诽谤我啊！他在诽谤我呀！他在诽谤我！你们看到了？大哥，大伯真的做过这种事吗？
这还只是他做的其中一件。你以为你做的事情天衣无缝？这一桩桩一件件，足够你把牢底坐穿。闭嘴啊！别乱讲啊！我是好人啊！来人，把这种垃圾祸害给我拿下！慢着！怎么，执事大人难道要包庇他？哦，也对啊，你们毕竟是亲父子。如果你执意要护下他，我可要上上头好好汇报。我倒要看看云天宫到底是不是无法无天。师傅，师傅救我！师傅，好啊，你给我等着！云香少爷真乃神人啊！还有谁要反对？你？还是你？那么，三叔，您还有什么意见吗？我坚决支持云霄少爷做董事长，谁反对就是跟我作对。三叔，您这脸变得还真够快的。哎呀，我打心眼里佩服你，董事长这位置除了你，别人都没有这资格。对对对，这董事长的位置只有云霄少爷才有资格坐。支持云霄少爷，支持云霄少爷。既然大家都如此抬举我，那我就去之不恭了。云霄少爷，你给我这胳膊安回去呗。哎呦！哎呀，谢谢侄儿。你过来。云霄少爷，您有什么吩咐？办理好我上任董事长的所有手续，把我三叔名下的股权转到一水名下。大哥，我不要。你收着，这是大哥给你的见面礼。大哥，那我呢？你没有。偏心。诸位，2天之后，我将重新举办我父亲的葬礼。大家如果想来，我欢迎；如果不来，我也不勉强。我们走。哥，有件事，爸嘱咐我等见到你，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你。什么事儿？爸爸跟我说，他一直都亏欠你跟阿姨。他确实欠了，但这并不是爸爸的问题。这什么意思？云家一直把门当户对挂在嘴边，门第之间是老一辈人心里不可逾越的高山。爸爸也深受家族的逼迫，尤其是他与阿姨相恋，他是瞒着家里跟阿姨偷偷生下你的。这些事儿，他从未与我说过。爸爸是想等着自己真正坐上云家掌权人位置的那天，再把你们给接回来，这样就没人有办法阻止一家人的团聚，所以才忙于工作忽视了你们。云家一直瞒着消息，让爸误以为阿姨死在了那场洪水之中。在她悲痛欲绝的时候，是我妈妈一直照顾着她，这才有了我和二哥。我和我妈在那场洪水中侥幸活了下来，但我妈的脑子自那之后就不太清楚了。爸有好几次都想告诉你，但是却一直没有机会开口。哥，不要再恨爸爸了，好不好？他对我们兄妹3人操碎了心。云霄，爸，霄儿，好久不见了，陪爸爸喝点儿。
小儿，听说你在外面历练了不少，来，陪我过几招。小儿，不错，云家有你这个麒麟子，我就放心了。爸，等等，爸，等等。于潇啊，爸爸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妈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当初太软弱了，没能保护好你们呐。爸，我不怪你，我和妈都不怪你。小儿，不能再哭了，你已经是个真正的男人了。云家其余人如今虎视眈眈，你的弟弟和妹妹还需要你呀。爸，爸，爸，我知道你很担心云帆和一水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。云家的其余人，我绝不会让他们欺负他们半分。哎呀，大哥，葬礼可真热闹，基本所有的名流全来了，这一切都是你的功劳。都是些死后的哀悼罢了。事到如今，我已经不能为父亲再做些什么事情了。大哥，你别这么说，爸要是知道你能回来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毕竟，这是爸的心结。终于忙完了，我要睡个3天3夜。大哥，你说你没事找张彪那个老色批干嘛？他除了是云天宫少公主的身份，其他的没有一点可取之处，哪像咱们俩？不重要，只需要她少公主的身份就好。云展风，那个叫云一水的妞呢？叫出来给我长长眼！哎呀，少公主，别着急，来，请坐。快点的，我都迫不及待的享用了。请坐。来，少公主。哎，这妞不错呀，她在哪儿呢？快带我去找她，快！这个就是我堂妹，名叫云一水，可是我们这方圆几百里的大美人。堂妹好啊！哎，云长房，以后咱们可就是亲家了啊！这个事儿，你要是给我办得漂亮了，少不了你好处。可是少公主，我呢，只负责把她约出来，这能不能追得上，我可保证不了。说什么呢？我是谁啊？我可是云天宫少公主，老子要身份有身份，这要相貌有身份，能被我看上，那是他的福气。那是当然了，我这就约他。蠢货，就让你去惹云霄，到时候我再从中添油加醋，借云天宫的势力解我心头之恨。喂，一水妹妹。云展风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这不是我们大房想跟你们化干戈为玉帛吗？这不知道一水妹妹能不能赏脸吃个饭呢？这你得问云霄大哥。现在我和云帆都听他的。你也知道，这我跟你大哥闹的这是不可开交，还想着你能从中斡旋一二呢。不知道一水妹妹怎么说呀？展风大哥，你给我发位置吧，今晚我会准时到。哎，好。大哥，既然我们决定要跟大房和三房划清界限，那为什么还要答应呢？你觉得这云展风会是个受气的人吗？你是说？我倒要看看，这次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放心，这一次我会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有去无回。几点了还不来？
真嫩呢。一水妹妹，请坐。这位是？这位呢，是我们公主的儿子，叫张彪。他听说过你，这所以很仰慕，这特意嘱咐我呀，要引荐一二。一水妹妹，别客气啊，想吃什么千万别客气，我请客呀。展峰哥，我们还是说点正事吧。一水妹妹，我们呢，这毕竟是一家人，这窝里斗啊，没什么好处，是吧？倒不如啊，和气生财。展峰哥，你早这么想，云霄大哥就不会教训你了。是，今天呢，在少公主的见证下，我愿意与二房放下芥蒂，咱们和气生财。一水妹妹，一水妹妹，少公主，幸不如命。没你事了，滚蛋滚蛋！云霄，这可是你亲妹，你不可能放过她吧？妹妹醒了。张彪，你要干什么？一水妹妹，乖乖听话。香，真嫩呐！我告诉你，我哥就在附近，你放了我才能活命。威胁我？我告诉你，一个云霄，老子还不放在眼里。我云天宫就是天。一水妹妹，我会好好疼你的。狗日的是谁？给老子滚出来！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动我妹妹？哥，你他妈谁呀？我是云霄，或者你也可以叫我麒麟。你就是那个坐拥百万佣兵的佣兵之王麒麟。没错。麒麟又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这是国内，在国内还是我们云天宫说了算。对，在国内我确实行动不便，纸老虎一个，你有什么可怕的？只要不弄死你就行。走吧。早就知道你这么废物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送佛送到西。李帆呢？二少爷他又去花天酒地了是吧？像他这副德行，还怪父亲没把股权留给他，给他也留不住。大哥，二哥这样肯定不行，咱们得帮帮他。放心，一个纨绔子弟而已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他乖乖听话，就没有我治不了的人。哎，怎么起风了？该来的还是来了，麻烦早解决早好。
云霄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谢谢云山。云霄，这可是我们云天宫公主的独子，你怎么敢杀她？不可能，我们云霄少爷绝对不可能杀人。你们意思是我在诬陷他？你们真以为他是什么知书达理的少爷？你们不要忘了，他可是国际上令无数恶势力都闻风丧胆的佣兵之王麒麟，死在他手上的人不知道有多少。麒麟，你在国外如何兴风作浪我们不管，但是你回国杀了我们主公的儿子，这个事情绝对不能这么算了。麒麟，乖乖束手就擒吧。就算你有通天的本领，也无法抵挡10万守卫军和云天宫所有的高手。听我号令，云霄若敢轻举妄动，就地斩杀。是。云展峰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个老东西，给我闭嘴！你说，让我来。是少爷。云展峰，你真觉得就这些虾兵蟹将就能拦得住我？不是拦住你，而是杀了你。你敢杀我们公主独子，你完蛋！说人是我杀的，你有证据吗？监控显示，当晚只有你去过少主别墅。尸检显示，少主身上多处外伤。你还有什么证？废话少说，先把他绑回去，我们自会调查。但是在这之前，你必须乖乖的配合我们，不然如何？不然的话，就你给我杀！就凭你们这些废物，杀人偿命！你真以为我们云天宫怕你啊？云展峰，人到底是谁杀的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现在我也给你个机会，老实交代自己的罪行，我还可以给你一个体面的死法。威胁我？这不是威胁，是忠告。得了吧，云霄，你现在已经无路可走了，少在这跟我装模作样，懒得跟你废话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云霄，云霄，等我把你拿下之后，我就废了，让你做一个没有了历史的纸老虎。住手！谁敢乱来，我神机营绝不答应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云天宫到底要做什么？青龙，你还真是云霄的一条好狗啊！我是在办案期间代表神机营，你辱骂我，触犯了神机营第41条，我有权利带你回去进行调查。威风，真是好威风！我云天宫从来不怕你神机营的人，这样威胁的话就不必多说了吧。青龙，我们此次前来是因为他云霄杀了我云天宫少主，我们要把他带回去。你应该不会阻拦。当然会阻拦。你们说云霄杀人，我们神机营自然会秉公处理，也轮不到你来。况且你说云霄杀人只是你们的一面之词，你当真要包庇他吗？哈哈，你这说的真有意思。说我包庇，我完全是按照神机营的规定做的事。你有什么不满意，可以举报我。就是，云天宫什么时候可以未经允许私自抓人了？要是你们都能随意抓人，那还要神机营干什么？没错，你拿我们神机营是吃干饭的吗？青龙，今日我们一定要带走云霄的，你若不阻拦，我云天宫愿封你为座上宾。若是今天你当着我的面抓人，我青龙就不配为神机营的人。我也绝不会让你们把云霄带走。我他妈给你脸了！哼，云展峰，就你这三脚猫功夫，还是不要在我面前班门弄斧了。我可是神机巅峰，你说我是三脚猫的功夫？走！今日你执意要保云霄吗？没什么保不保的，既然发生命案，于情于理都应该由我们神机营来调查。反观你们不守规矩，竟还想私斗。行啊，看来这是谈不拢了，就只能强行抢人了。怎么，连我们神机营也要格杀勿论吗？
识相的话，你给我滚远点，要不然有什么损伤，我也没办法。大哥，这下该怎么办？云霄少爷，这要是闹大了，可是越发不好收拾了。云展峰，你是彻底要把云天宫拖下水吗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明白。但是你杀了我们少公主，就得跟我们走。没错，这件事情绝对不可能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去。我说了，神机营会调查清楚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警告你，不要乱来，否则你可以调查，但是今天我必须要带走云霄。这件事情没得商量，不可能！他妈的，那就是谈不拢了。兄弟们，上！兄弟们，上！云霄少爷，你先走，让我来，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。不用管我，顾好你自己就行。是谁杀了我的儿子？拜见公主，去了吧。公主，他就是那个佣兵之王麒麟，也就是他杀了少公主。你就是麒麟啊！你在海外作威作福也就罢了，居然欺负到我云天宫的头上。没想到云天宫公主也是一个没脑子的蠢货。你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杀你儿子的另有其人。你放屁！你儿子嚣张跋扈，视法律如儿戏，早晚都会死于非命。这一切都是你娇惯放纵你儿子造成的。岂有此理！你们杀我儿子，今日又教训到老夫的头上，找死！云天宫公主，就这？云天宫公主已经是当世之决定，居然也不是云霄少爷的对手。麒麟之名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你不要以为你修为高深，今日之事便可接过。我若想走，这天下间还没有人能留得住我。你却可以走，但是你妹妹可是走不了了。张飞，你也算是一个枭雄，你就应该动动你的脑子，好好的想想到底是谁杀了你的儿子。公主，这云霄行事向来邪气，当日少公主只是看云一水生得好看，便起了其他心思，当天便给云一水下了药。以云霄的性格，他岂能容忍呢？所以，他一怒之下杀了少公主。祁连，我儿的确有错，但是你看在老夫的面子上，就该饶他一命，等老夫来了亲自处理。你万不该杀他泄愤。人不是我杀的，我要说几遍你才懂。你儿子为什么突然就找到了我妹妹，最后惨死？这背后是不是有人在推波助澜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儿子被人利用了，变成了别人手里的一把刀。难道是你？公主明鉴，当日只是少公主想与云一水结识，属下从中牵线搭桥，没想到他云霄如此丧心病狂，竟然杀了少公主，望公主责罚。公主，监控显示确实只有凌霄进去了，而且期间我们也都听见了少公主屋里传来的声音。听到声音为什么不进去？是少公主吩咐过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进去。一群废物，眼看着我儿被打死，老夫让他们是吃干饭的吗？当时保镖就去找云展峰了，可是他们哪里是麒麟的对手啊？公主，属下听闻少公主求救，便火速赶往，并且通知了其他指示，只是没想到属下还是来迟一步，没能救下少公主，属下罪该万死。麒麟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云展峰，你闭嘴！不要以为我和你有点亲戚关系就可以包庇你。你明明就是冤枉我大哥，说不定人就是你杀的。好好活着不好吗？非要自己作死，你什么意思？为什么？去！我的人还轮不到你来教训。你也是个蠢货，还敢嘴硬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慢着，
我有证据证明人不是我杀的。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！公主，我这里也有一份监控视频，是真是假，您可以自己判断。你少在这儿混淆视听，我们是不会上当的。公主，请你不要被他人蒙蔽。不管是不是他杀的，你也毁掉证据干什么？公主，属下只是怕他用假视频蒙蔽您呐。任战锋，你是觉得我们是真傻呢，还是你自己还聪明啊？这么不敢让我看视频，难道真的是你杀了我儿不成？我早就已经做了备份了，只要公主想看，随时都可以。我始终相信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不可能，你在撒谎！是不是说谎？公主，您一看便知。别想着摔手机，我还有很多备份。真的是你杀我儿子！真的是你杀我儿子！不是的，不是的，这视频是假的！畜生，还敢嘴硬！老夫险些被你给骗了！没错，人是我杀的。这个畜生，他就该死！他有什么本事，一天到晚瞧不起人，对我颐指气使啊！畜生！云霄，怎么怪我？难道不怪你？今天这一切都是因为你！怪我？怪我不该回国，就应该眼睁睁地看你们谋夺父亲的家产，将我弟弟妹妹赶出家门，还要怪我们二房不该反抗，是不是？云氏集团是我父亲一手创立的，你们大房三房趴在我父亲身上吸血吃肉，还要怪我们二房不该反抗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我大哥从一开始就没有对你们大房一脉做过什么，可是你云展锋都在做什么？设计杀死云天宫少主，然后嫁祸给我大哥。要不是我大哥心思缜密，恐怕我们二房一脉都难逃一死。好，很好，厉害。知道自己今天难逃一死，但与其死在你手上，不如自己了结自己。呸！畜生，死有余辜！祁连，你早知道云展锋要杀我儿子，坑害于你。没错，你明明可以救他，但你却置之不理。你就是想利用我儿子，让我帮你处置云展锋，对吧？我是可以救，但是他千不该万不该把主意打到我妹妹身上。这种精虫上脑的废物，值得我救。二哥，都怪爹没有教育好你。走，跟爹回家。
麒麟大人，我也先走了。铁龙，感谢的话我就不多说了。麒麟大人，真是折煞在下了。我虽然身处神机营，可是我一直记着，我曾经是你的4大亲卫之一。告辞。大哥，我们都是云家人，爸爸生前对大房和三房也很好，怎么他们就恨不得我们去死呢？傻妹妹，这就是人性。人的欲望是不断膨胀的，一旦有机会一口吞下，他们绝不会轻易的放手。哥，别管我！站住！站住！好吧，我天下第一的大哥想打死我，我知道你厉害，刚回来就把大房和三房解决了，就连玉天宫的高主都拿你没办法。二哥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难道是觉得大哥他做错了吗？烦死了！怎么哪都是你插嘴的份儿？好啊，有本事就把我打死！过来！哥！大哥，你在干什么？小贝，你别管，我心里有数。林小姐，您这是在做什么？林叔，你别管。疯子，疯子，你他妈就是个疯子！有种你就杀了我呀！骂，继续骂，我看你还没有骂尽兴。我错了哥，我错了哥，知道错了，错了，那就跟我来。你到底在不爽什么？还是说花天酒地就是你的日常？我就是不爽，我也是他儿子，他为什么这么偏心，把家里股份都给了你啊？二哥，不是这样的。你闭嘴！该闭嘴的人是你。你又打我？难道我不该打你吗？你面对大房三房，连屁都不敢放一个，对着一水，你倒是横起来了。你这种窝里横的德行，能挑起来大梁吗？他们就不是普通人，我能怎么办呀？你害怕我可以理解，但对着关心你的妹妹，你非打即骂，你这样也是无可奈何吗？若是我不在，你就这样任由你的妹妹被他们欺负？你扪心自问一下，爸爸这辈子有什么对不起你的？你从小被他捧在手心，过着人上人的生活，他在临走前都在为你筹谋，就这样。你对他没有一点感恩之心，只有怨恨。二哥，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因为顽皮跑进深山，迷了路，是爸爸找了一夜才找到你。他对你不仅没有责备，反而是担心。云帆少爷，老爷生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呀。云帆少爷。老爷生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呀！爸的这点股权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，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，等你真正能挑起大梁的那一天，我会把股权一分为二，一半给你，一半给一水。大哥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大哥，我不要，爸爸留给我的已经足够多了。一水，听大哥的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去军事上班。我给你1年的考察期，1年之后，你若让我觉得你还是不行，我就会收回给你的一切，把你赶出云氏。哥，你该不会在故意赶我走吧？二哥，大哥不是这样的人。我要是想故意赶你走，你现在早该滚蛋了，还要等什么以后？难不成你觉得你比那云子轩还有云展峰更厉害？好，一言为定。大哥，大哥，不好了，大哥！急匆匆的赶着投胎啊，又不是天塌了。大哥，这次真天塌了！云氏集团所有合作方今天全都解除合约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云氏集团就完了。二哥，
怎么会这样？我们云家市值1000亿，就算有一些人不识好歹想解约，损失最大的也是他们，想以此扳倒云氏，哼，笑话！市值1000亿，很了不起吧？我胡氏翻手可灭。这俩货谁呀？云慧宗是我爸，云展峰是我亲哥，你说我是谁啊？你爸进去了，你哥也自杀谢罪了，这个时候你就得找个地方躲起来。没想到你还上赶着到我面前来找麻烦，难不成你觉得你比你哥你爹都厉害？小子，少在我面前嚣张！你们云氏啊，虽然市值1000亿，可流动资金却很少，而且我已经停了你们所有的供应商。如果你们得不到解决，你们就等着碰上吧。你又是哪根葱啊？胡少，他你都不认识，哼，你还真是孤陋寡闻啊！你姓胡？胡娇娇，跟你是什么关系？她，那是我亲姐。你姐见到我都得有几分恭敬，你敢来找我麻烦？我劝你赶紧带着你的小女朋友滚出去，别闹得大家不愉快。小子，你是没睡醒吗？你云氏在我胡家人眼里算个屁呀！赶紧滚，别搞得我不开心。云霄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我今天来就是让你让出董事长之位的。要我让出董事长之位？可以，你来。我要求重新召开董事会。你都不是董事会成员，你有什么资格召开董事会？行了，少废话吧。如果不想让你们公司完蛋的话，就赶紧给我召开董事会。同时，我会注资一部分，并且给我们如烟买一些股，这样他就有资格去当这个董事长了。没想到胡少还真是个痴情的人呢，不惜血本，只为了博美人一笑。行，只要董事们同意，我也没意见。去把董事们叫进来。董事们都到差不多了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这位云如烟，想必大家都认识。他现在想让我让出董事长的位子让他坐，只要各位同意，我没意见。这不胡扯吗？云如烟，你有什么资格做董事长？就是，你连董事会的成员都不是，凭什么当董事长？凭你傍了个大款。再大也没有我们云少爷大。你怎么好意思在这儿大放厥词？干脆报警把他抓走。是啊，大哥，直接把他们两个抓到无人区就伪狼。我们凭什么好好跟他们讲道理？他大哥得势的时候也没好好跟我们讲道理，对吧？对，谁说不是呢？都给我闭嘴！都给我闭嘴！你他妈谁呀？跑我们这儿来耀武扬威？老子是大夏首富胡家少爷，胡天明是我爸，你说老子他妈是谁啊？胡家在我们云霄少爷面前是个屁呀！一帮子蠢货，你们不知道吗？我已经阻断了你们所有的供货商，你们啊，资金链马上就要断了，你们马上就要破产了。怎么，现在知道怕了？如果你们现在把云霄给我拉下马，服食如烟上位，到时候啊，我不仅可以恢复供货商，我还可以注资一部分。董事长，资金链真的断了吗？哎，对，你们快点选吧，我坐这个位置也有点累了。胡家势力再大，也打不过董事长。董事长，你是得考验我。对，我们只认云霄少爷做董事长，谁来都不行。就算今天云氏倒闭，我们也只认云霄少爷做董事长。哎呀，没办法，
众望所归呀。那我也只能继续勉为其难的当这个董事长了。小子，别太得意，我现在就让云氏集团破产。喂，现在动用你们所有资源，全面阻击云氏集团，我要让他15分钟之内云氏集团覆灭。哥，怎么办？小子，你不过现在就是一只井底之蛙，你还真以为你赢得了云氏集团内部斗争，就真把自己当成一个人物了？你们今天所有人死定了！董事长，我们的股票被恶意做空，真得当爹。董事长，不好了，我们的各大楼盘被封了，他们说我们的楼盘有质量问题，要配合相关部门举报和封杀我们。我竟然不知道，小小的胡氏竟然有这么大的能耐。现在才刚刚开始。你他妈敢打我！不是你自己凑过来的吗？来人了！你们把这小子给我摁住了！今天我要好好的教育教育他。云霄，这个废物，看到了吗？你的人没有一个敢站出来的，你做人还真是失败了。你们把这小子给我摁住了！今天我要好好的教育教育他。上啊！呸！敢跟我们云霄少爷作对，你是自己找死！哼，就是云霄少爷哪需要我们帮忙？哟，你还挺能打啊！能打有个屁用啊！出来混，讲的是实力和背景，你有个屁呀！你们完了！只要你给我们跪下，把这个董事长之位给我们奉上，我们或许可以考虑饶你一命。否则的话，云如烟，你别太过分！哼，这就过分了。你们把我爸送进监狱，又害死了我哥，这能不过分吗？那是因为他们犯了法。大哥，跟他们废什么话？直接把他们两个丢到无人区去喂狼！哎，那是犯法的。怕什么？大哥，你给赤狐打个电话，他那么听你的，让他来处理这件事儿，咱们就不会引火上身了。大哥，你打我干嘛？大哥，你打我干什么？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些什么？把人空运到无人区丢弃，那是违法犯罪。那云子轩就这么做的，所以他们进去了。难道你也想进去？云帆，我警告你，你这辈子都不能违法犯罪。尤其是如果以后你接管了云氏，要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，那你只会一步步的走向深渊。你听明白了吗？知道了。你从小在温柔乡里长大，没有吃过苦。如果你真进去吃牢饭，你受得了？违法犯罪那是最愚蠢的。他妈的嘛呢？现在就要大祸临头了！你们在这里上演什么家庭教育呢？啊！不好了，我们云氏股价已经跌到最低点了，现在负面消息满天飞。董事长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你们瞧瞧啊！现在啊，你们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你们所有人走着跪到我和如烟的脚下，向我们道歉，然后把这董事长之位给我让开。云霄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想让我让位，你还不配！给你3个数，再不捆，你就等死吧！你装什么啊？好。胡天明，带上你的人5分钟之内给我赶到云氏集团。胡天明，他怎么会认识我爸？大哥终于出手了，这才是我认识的大哥，这才是咱们董事长的性格作风。装模作样啊！居然还要娇娇姐和胡伯父过来。云霄，我真的挺佩服你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人，但是你这种的谎话实在是太拙劣了，真以为能吓得到我呀？你不是也靠着胡氏你才在这嚣张跋扈，不然你算个屁呀！你他妈再多说一句，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啊！糊涂！
姐，你们怎么真的来了？逆子，谁让你在这仗势欺人的？没脑子的蠢货，胡家要被你害死了。麒麟大人，您没事吧？你要是再来晚点儿，就有事儿了。打，给我狠狠的打！姐，别打了，姐，求你了，闭嘴！麒麟大人，这是误会，您放心，集团所有的损失，我胡家愿意双倍赔偿。另外，我一定会好好惩罚他。你打算怎么惩罚？我会将他逐出胡家，从此他与胡家再无半分瓜葛。您看这样行吗？行吧。不行，姐，这是为什么呀？你这个蠢货，你还有脸问为什么？你为了讨一个女人的欢心，你动用家族资源，这一个小事损失了上百亿，你还有脸问为什么？姐，我在为你弟妹打抱不平啊！既然你要维护他，那你就跟他一起滚出胡家，胡家不会因为你们万劫不复。姐，他究竟是谁呀？值得你们这样维护他？我是谁这件事重要吗？我大哥的意思是，如若是普通人，你们胡家就该仗势欺人吗？麒麟大人，我弟弟的事情是个意外，不过你放心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了。希望你说到做到。来人，把糊涂带下去，自族谱除名。姐，我错了。你不再是我胡家的人了。姐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这样了。姐，我错了。云霄，你不得好死！放肆！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大哥？你们大房作恶多端，你们才是真正该死的人。好，我愿意退。李如烟，你少在这里假惺惺的，你大哥什么人你心里最清楚，犯了法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。怎么你觉得你家里人比别人尊贵，就可以无法无天？无论怎么样，都是你们二房自己窝囊。看来我还是对你们太心慈手软，现在还嘴硬。赤狐，带着你的人立马来我这里一趟。早就该这么做了。大哥，我又说错了。我当然可以这么做，但是我不希望你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。暴力的手段终究是不对的，听懂了吗？听懂了，哥。董事长，赴美消息已清除了，我们的股价恢复了，甚至比以前更高。是，太好了。麒麟大人，我已经对外宣布向云氏集团注资300亿，作为我的赔罪礼。拜见麒麟大人。起来吧。赤狐，就是这个女人，她在这里捣乱。什么？好大的狗胆！来人呐，把她的手脚打断！玉强哥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你不是错了，是怕了。错了。把他带出去处理吧，不要脏了这个地儿。带走。大哥，你会让他死吗？傻妹妹，当然不是。我已经跟赤狐说过了，吓唬吓唬他就行。那个，麒麟大人，不知道你晚上有没有空啊？我想请你们吃个饭。我这几天很忙，再说吧。大哥，我看那个胡小姐对你还挺有意思的，你就不考虑考虑？再说吧。现在的事儿是看着你们步上正轨。身份证、鲜花。云晓，我们结婚吧。胡小姐，你还真是锲而不舍啊。我能感受到你对我也有感觉，而且呢，只要是我想要得到的东西，就一定会拼尽全力。你说我是东西？哎呦，大哥，你就别矜持了，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还没有娇娇姐勇敢呢？哥，公司交给我你就放心吧，
你好好跟娇娇姐过日子啊。